宿醉后刚醒，李牧就递了一份离婚协议给我。我一脸懵逼，问什么意思？李牧面无表情，说离婚的意思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别忘了我们当初结婚时的约定。我顿时哑口无言。1年后，李牧躺在我床上，半裸着上身，一只手紧紧搂住我的腰，低哑着声音说：今天请下假，等会有重要的事要办。我从他怀中抬起头，今天不行，我公司还有个会议要开，再重要的会议也没我们要办的事重要。到底什么事？2小时后，我看着手中的小红本，终于知道重要的事是什么了。昨天我们组跟进的一个大项目完美收官，公司为嘉奖我们，特意举办了庆功会。宴会上我喝醉了，依稀记得是李牧接我回家的。第2天，我宿醉后醒来，发现声音嘶哑，头也晕乎乎的，似乎昨天晚上说了很多梦话。我揉了揉脑袋，起身去客厅，就看到本该已经去公司的李牧还坐在家里。他看到我说：醒了。我点点头。你过来一下，我有事跟你说。我顺从地走到沙发边坐下，他拿起茶几上的几张纸递给我。我接过一看，上面印着硕大的离婚协议4个字。我一脸懵逼，问什么意思？李牧面无表情，说离婚的意思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别忘了我们当初结婚时的约定。我顿时哑口无言。我和李牧结婚3年，但我们的婚姻确实不是正常的婚姻，算得上契约婚姻。那时的我，大学毕业后一心扑在工作上，没有分出时间和精力去谈情说爱，因为心中一直住着自己的初恋赵熙远。一直拖到27岁，我妈实在忍不了，天天变着法催我结婚。身为新时代女性，事业也算小有所成，我怎么可能会被爸妈的一点威胁就投降？所以每次和我妈的通话都是争吵。又一次激烈的口水战后，我妈成功被我气晕了，送进了急救室。这时的我才慌了神，后悔为什么要跟父母硬杠。老天保佑，我妈被救了回来，不然我将悔恨一辈子。我还记得那位50多岁的老医生把我叫到诊室，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：你妈有心脏病，最好不要让她动气，气过头人可能就没了，做子女的尽量多顺着老人家。我还能说什么？一个劲地点头，再点头，活像被老师训的学生。我妈仗着有病在身，持病行凶，召集了4面8方的亲朋好友出动，给我介绍男朋友。从此我过上了1个月最少相10次亲的生活，但每次不是人家嫌我年纪大性格傲，就是我看不上人家，相来相去1年了还没个结果。我妈为我这是愁白了不少头发，后来居然听那些老阿婆的话去庙里给我求姻缘。从庙里回来后就立马打电话给我，说那大师算出我会觅得意中人，恩爱两不疑，白头偕老。我当然是随耳一听，压根不信。又过了半年，当我以为我妈会放弃时，她又给我打了电话，说要我赶紧准备。一个远方亲戚介绍了他的一个的朋友的侄子，明天和我相亲。小心啊，你表姑可说了，这个男孩可优秀了，比你大1岁，是大公司经理，年入100万，样貌英俊。我妈巴拉巴拉说了一大堆，我啥也没听进去，心思都放在办公电脑上。听到了没？明天上午9点，不许忘了。我妈河东狮一吼，终于把我的灵魂从报表中拉了回来。我乖顺地答道：好的，一定去，您放心。放下电话，我长吁一口气。明天上午9点，又浪费我可以睡懒觉的一个休息日，想哭。第2天，我简单收拾一番就去赴了约，因为不抱任何希望，所以特别随意放松。约会地点定在一家十分优雅的咖啡厅，我提前10分钟到，并不是我多重视这个约会，而是我不喜欢迟到。正当我喝着咖啡，望着窗外发呆时，一道清朗温润的声音响起：你好，请问是罗欣小姐吗？我转头朝前方看去，只见一个皮肤白皙、五官立体、俊俏非常的男人站在咖啡座另一边，正绅士地笑着。是的，你是李牧？我问道。男人得到我的肯定回答后，不慌不忙地坐下，然后开始自我介绍。如果他所说属实，那他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优秀青年，外貌也属上等。本以为这又是一次无聊的相亲，但不料李牧是个高情商、很会聊天的人。不知不觉我们聊了1个小时，从工作聊到生活兴趣，最后我们还相互加了好友。晚上，我妈果然打电话过来询问相亲结果。我如实说还行，就怕人家看不上我。还没等我再说句话，她就挂了电话，去探远方表姑的信了。洗完澡躺床上刷手机时，居然收到李牧的信息：罗小姐，这次相亲我对你很满意，看得出你也是被家里催着结婚，我也是。如果你不反感我，那我们何不在一起试试，省得再浪费更多时间在相亲上。我盯着这条信息看了许久，
回他，没有爱的婚姻难以长久。他那边很快就回了过来，我们可以约定好，以后任何一方遇到了自己爱的人，想离婚都可以随时解除婚约。契约婚姻吗？可以这么理解。我仔细考虑了一下，他的建议确实不错，既安了父母的心，又给自己留了退路。几分钟后，我回他，那祝我们合作愉快。就这样，两个不想被催婚的人，稀里糊涂地结了婚，成了夫妻。婚后生活比想象中要好。我和李牧相互尊重，分房而睡，相处友好，渐渐地处成了知心好友。而且李牧上得了厅堂，又下得了厨房，在外拿得出手，在内可以帮我解答职场疑难困惑，不可谓一位好伙伴。我有时想，就这样和李牧过一辈子也挺好的，虽然没有爱情，但起码这样的婚姻和睦。但才短短3年，李牧就主动打破了这平静的生活。从民政局出来，李牧开车先送我回了家，然后去公司上班。看着开车离去的人，心里还是有点酸酸的。我不否认，相处中我也曾对他动过心，但他却丝毫没有表现出对我有什么不同。真是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，为了不让自己深陷，后来我就刻意拉开与他的距离，在心里默念他只是一个朋友。再后来就真的再也没有对他起过不干净的念头了。回到家，这已不再是我的家了。我们现在住的房子是李牧婚前购买的，如今离婚了，我理所应当要搬出去。快速收拾好自己的东西，把房门钥匙放到门口鞋柜上，最后看了眼这个生活了3年的地方，很下心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拖着箱子，我找了家5星酒店住下。刚在酒店的大软床上躺下，电话铃声就响起，摸过手机一看，是李牧。喂，你搬出去了？他声音似乎带着一股压抑的怒火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生气。我已经把东西收拾出来了，剩下的一些只能麻烦你帮我丢掉。你现在在哪？酒店。我们虽离婚了，但我还不至于让你立刻搬家，怕住我家我收你房租。电话那头的人讥笑着问道。我只能尴尬地支支吾吾解释，不是的，我不是想着早晚要搬，刚好请了1天假，省得再浪费时间。说到后面，我声音越来越低，有点心虚的感觉。罗欣，你真行，你就这么迫不及待要远离我？说着，他似乎叹了口气，又叮嘱道，在外面住注意安全，有什么事随时找我。说完就挂了。看着黑屏了的手机，我脑海中不由浮现出李牧那张温润如玉的脸。他真的很好，对我很好，可惜我们之间没有爱。在酒店住了2天，正当我准备去租了个房子时，上司找到我。罗欣，听说你是江城人？是的，张总。我们公司在江城有个子公司，那个李经理生病离休了，总部打算派个能干的人过去顶着，过2年回来就给他升职。说着，张总停下来，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，接着道，小罗，我一直都看好你，专业过硬，又踏实肯干，要是你能过去的话，我肯定放心，你说呢？这是一个不错的历练机会，也是难得的升职机遇，我没有道理不把握住。打定主意，我立马向领导表忠心，谢谢张总看重，我一定把子公司管理好，到时给你一张漂亮的业绩单。张总满意地点点头，然后挥挥手要我去人事那交接一下。短短3天时间，我的人生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先是成了离婚女士，再是被调岗升职，真是情场失意，职场得意，好歹我也不算太失败。临走前，我发了个信息给李牧，告诉他我回老家了，虽然离了婚，但我们应该还算是朋友。信息发过去没几分钟，他电话就打了过来。你回家看爸妈吗？李牧似乎忘了我们离婚了，他应该改称呼为叔叔阿姨的。不是，我们公司有个分公司在那，领导派我去那任职2年。给你什么职位？经理。天上不会掉馅饼，你去那处事谨慎些。我一应下，在职场方面，李牧一直是我的指导老师。挂完电话，我忽然想起个令人发愁的事，我和李牧离婚的事要怎么跟爸妈说？我没想瞒着，这是早晚他们要知道。再说，又不是我主动提的离婚，要怪也怪不到我头上。当我拖着密码箱回到家时，爸妈正在吃晚饭。他们看到我没有惊喜，只有惊讶。我妈的大嗓门立马开炮：“你怎么回来了？李牧呢？”我把箱子一放，坐到饭桌前，准备拿碗给自己盛晚饭，却被我妈劈手夺走。问你话呢？是不是跟李牧吵架了？我万分无奈地望着我妈：“妈，我饿了，中午都没吃饭呢。”就知道吃，你这孩子心眼真大，为什么跟人家李牧吵架？我爸也板起了脸，似乎认定我就是过错方。我才是他们亲女儿啊，他们怎能这样对我？我要让他们知道这次是谁错了。我和李牧离婚了，他主动提出的。这句话犹如一道惊雷，直接把我爸妈给劈傻了。
他们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我只好重复一遍：真的，我们离婚了，李牧提的。我妈一脸恨铁不成钢地问我：罗欣，你老实说，你是不是干了什么对不起李牧的事？我无语地扶额：没有的事，我上对得起天，下对得起地。那他为什么提离婚？没感情了呗？没听过人家说的7年之痒吗？我们这是3年之痒。我爸忽然拍桌而起：胡闹！你们这是把婚姻当儿戏。罗欣，爸就跟你说句明白话，错过李牧你会后悔的。说完，我爸饭也不吃了，直接回了房间休息。我惦记着我妈的心脏病，拉了拉她的衣角，假装委屈地说：妈，离婚真的是李牧提的，我也不想离婚啊。我妈一巴掌拍掉我扯她衣服的手，用食指往我脑门上用力一指：你这丫头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李牧多爱你，如果不是你伤透了人家的心，人家怎么会提离婚？妈妈劝你早日放下那个赵熙远，不然早晚有苦头吃。说完，头一甩，也气哄哄的也回了房间。看着桌上还没动筷的饭菜，我真是无语凝噎。为什么他们都认为我是过错方？不知道爸妈是从哪看出李牧对我深爱不已的。第二天，我起了个大早，早饭也不敢在家吃，生怕爸妈看到我再吃不下去饭。开车到公司楼下时，一看时间才7点钟，还早，就下车准备去附近买份早餐。看到有家咖啡店，直接提步走去。我此刻很需要一杯咖啡醒醒脑。当我推开玻璃门进去时，迎面居然遇到了赵熙远。他正从收银台打包好一杯咖啡，转身准备离开，四目相对，都愣住了。我感觉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，我的眼中现在只有赵熙远。他比以前高了些，壮了些，成熟了些。我不知道自己愣愣地注视了他多久，直到他主动出声，打破了宁静。小新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也回老家了吗？我2年前就回来了，你有时间吗？我们去那座会？他询问道。我没有拒绝，我心中一直有个事要问他。服务员，给我们这边来一杯咖啡，加奶加糖。我知道他是帮我点的，因为我喝咖啡总要加奶加糖。你回来看望叔叔阿姨？他那双总带着一丝野性的眼睛望着我。不是，我被公司调任到这边上班。那你老公呢？我没想过他会问这个，那我要不要告诉他我已经离婚了呢？我思忖了一下，既然我心中一直放不下他，又何必隐瞒真相？我和他离婚了。他愣了一下，转瞬就接受了这个消息，眼中还涌起些许我看不懂的欣喜。新时代了，离婚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。他停顿了一下，然后又说了句：小新，我现在也是单身，这时我电话铃声突然响起，打断了他的话。是交警的电话，说我的车停的位置不对，违反了交通规则，要我马上去移车。接完电话，我顾不上再跟赵熙远叙旧，说了声不好意思，有点急事，我先走一步了，再见。匆忙赶到，把车开到地下室，我在车上坐了会。其实当听到赵熙远说他也是单身时，我就知道接下来他会说什么，可我一时还没有做好这么快就跟他重新交往的准备。当初他提分手，直接一条短信就把我打发了。后来我不惜扔下学业回家找他，可却被他爸告知他已经去外地打工了。他走得那么绝情，连个分手的理由都没有给我，我还傻傻的等了他几年，直到听到他结婚的消息，才终于死心。不可能现在他一招手，我就乖乖回到他身边，我不是他的宠物，想要就要，想丢就丢。平复好心情，我提前10分钟走进公司，现在不是纠结情爱的时候，我得先把这个新位置坐稳了。新官上任真不容易，尤其我还算是空降过来的，到底还是有很多老员工不服。这不，我来公司召开的第1次会议，就有人出来使绊子。罗经理，我们公司往年都是这么做的，现在你一来，规矩说改就改，不太好吧？市场组长王德一脸挑衅地看着我，他们觉得我年轻，又是个女人，能有啥本事？可他们实在是太低看我了，好歹我也是被李牧调教过几年的。我睨了王德一眼，冷冷开口道：王组长，请看清楚现在谁是公司的领导人，既然我是经理，那就请你按我的安排做。如果是因为我决策失误导致公司有损失，那我自然会担着，但如果让我发现是你们不按我的指示干，或是阳奉阴违，那么到时别怪我不留情面，不管是不是老员工，一律开除处理。一番话说完，底下坐着的10几个人不再有人吭声了，人果然都是欺软怕硬的。刚上任，事情又多又杂，还要时不时跟那些老油条斗斗智，一时也把遇到赵熙远的事给忘了。直到我去小区旁的快递站取件时，再次遇到他。我家离公司有点远，我也不想天天被爸妈念叨，就在公司附近租了个房子。那天我在网上买了个鞋柜，下班去驿站拿时，看到赵熙远正在那帮人找快递。我迟疑了会，还是主动先打招呼：赵熙远，你在这上班？
他回头看到我，眼睛一亮，放下手中的快递，走上前问：“你也来拿快递？”“你没有住家里吗？”“家里离公司远，不方便。”我笑着解释。“你取件码多少？我帮你找。”我拿出手机报了取件码给他，不一会他就把一个大纸箱拎了出来。我伸出手准备接过来，但被他躲了过去。“这箱子挺重的，我帮你搬到车上去吧。”“不用，这点力气我还是有的，你忘了我以前的外号了。”他想了想，扑哧一声笑出来：“女汉子，你以前是挺女汉子的，但现在可是越长越像林妹妹了。”听了他的话，我不禁自我打量了一番，虽然不壮实，但还没到林妹妹那般娇弱的地步吧。开玩笑的呢，你就是外表再淑女，内心还是强悍的。说着，赵熙远已经抱着大纸箱出了驿站。我忙追出去，在后面喊道：“我没有开车来，我走路来的，我自己可以拿回去。”他没有停止脚步，继续往前走着。“那我帮你送回家吧，就算你拿得动，一个女人扛这个大箱子多损形象啊。”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我只能快步上前给他带路。我租住的小区环境还算好，电梯房在6楼。赵熙远一路帮我送到了家门口，我开门邀请他进去喝杯水。他看着干净的地板，说不进去了，自己一身脏兮兮的。但他也没立刻就走，知道我买的是鞋柜，帮我拆了快递，动作麻溜地安装起来。我倚在门口，看着他已有茧子的大手，不由心疼起他。这些年他肯定吃了许多苦。装好了，你看看。我向他道谢，他笑着说不用，然后掏出手机说加一下我微信，以后有快递直接跟他说，他帮我送上门。原来那个快递驿站是他自己开的，并不是在那打工。时隔多年，重新加上赵熙远的微信，内心还是有波动的，毕竟是我爱过多年的男孩。这天下班回家，我又在小区门口看到了赵熙远，他似乎在等我。看到我，他走了过来，略有些紧张地说：“小新，周末有空吗？我们一起去爬山。”小时候，赵熙远家跟我家在一条街上，我从小就喜欢跟在男孩子后面玩，跟赵熙远玩得最好，天天追在他屁股后面叫熙远哥哥，熙远哥哥。后来到了高中，情窦初开，意识到自己喜欢赵熙远，而赵熙远也说喜欢我，然后我们就谈起了恋爱。那时算是早恋，我们不敢让老师和家长知道，只能星期六天约着去爬山。怎么，你没有空吗？赵熙远的声音把我从回忆中拉回现实。我想不出拒绝的理由，干脆地答应了。看到我应下，赵熙远明显开心极了，眼睛中的星光一闪一闪。爬山约在周六，我居然忍不住期待这天的到来，还有些紧张，似乎一下回到了17、18岁的年纪。后来我还特意去商场买了一套好看的登山服，临出门前化了个精美的淡妆。看着镜子中的女孩，恍然觉得自己真的回到了学生时期。约的地点是我们以前爬山的地方。我去的时候，赵熙远已经到了。他穿着白色 T 恤、黑色运动半短裤，虽然已经30多岁了，却显得分外有活力。这座山不算高，我们从山脚爬到山顶用了40来分钟。站在山顶俯瞰山下，真的是心旷神怡。我还在欣赏风景时，赵熙远走到我旁边，和我并排站立，感慨地说：“小新，你知道我有多怀念当初跟你一起爬山的时光吗？”我侧头望了他一眼，问出了我心里一直想问的话：“那当初你为什么要那么决绝地提分手？”他也望向我，眼中带着明晃晃的悔恨和悲伤。他迟疑了很久，才缓缓说道：“当初你上大学后，你妈来找过我，她说我只是一个职高小混混，不要耽误你。那时我年轻气盛，不想被人看不起，就跟你提了分手。”我真的吃了一惊，怎么也没想过他会是因为我妈跟我分手。跟你分手后，我颓废了大半年，后来还去你学校找过你，看到你身边围绕着那么多优秀的男孩，我没有勇气去见你。然后我就去了广东打工，再后来娶妻，再后来我老婆病逝了，再然后我又遇到了你。说着，赵熙远抬头含情脉脉地看着我，问：“小新，我们还有重来的机会吗？”我一直都没有忘记你，再次看到你，我就知道我一直爱着你。心中念念不忘的男人，有一天对你说这样的话，我相信没有人能够拒绝。我答应了他，我们重新开始，重新回到男女朋友的关系。之后，我们经常一起约会、看电影、吃饭、爬山、逛街，似乎想把那些年错过的时光都补回来。当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好时，赵熙远也暗示过想跟着我回家过夜，但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我都鬼使神差地拒绝了。我想把这美好的一刻留到我们结婚的时候，这时我确实已经动了要跟赵熙远结婚的念头。后来相处过程中，我发现赵熙远很没有安全感。有一次我们一起散步时，他一脸委屈地问我：“小新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带我回去见叔叔阿姨？”
什么时候把我们的关系公开？我拉着他的手晃了晃，撒娇道：晚点好吗？我还没跟我爸妈通气，怕到时他们为难你。这是我的真实想法，但赵熙远却觉得我就是不想带他回家。看着他失落的神情，我打算把带他回家的时间提前，我不想让他伤心。但没想到一次意外的听墙角，让我打消了这个计划，连带着我开始怀疑赵熙远对我的感情，重新审视赵熙远这个人。那天我特意提前下班，买了许多礼品放到后备箱，打算给赵熙远一个惊喜，带他回家见爸妈。当我高高兴兴走到驿站门口边时，听到赵熙远正在跟他的员工聊天。熙远哥，你真厉害，短短几个月就把罗欣姐追到手了。罗欣姐是大公司高管，能挣钱又漂亮，你真的赚大了，以后可以少奋斗20年了。从我的视线看过去，赵熙远正坐在软椅上抽烟，烟雾模糊了他的脸庞，但从声音中可以听出他的得意。只要我勾勾手就会回到我身边，当初也是我先踢了他。说完，他叹了口气，说：可惜他已经结过一次婚了。听到这，我已经再也待不下去了。回到车里，我脑袋里还在回想赵熙远的话，我勾勾手就会回来。可惜他已经结过婚了，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，怎么也止不住。赵熙远怎么会说出这种话？我心中爱慕多年的少年，何时变成了这副模样？我心里一团糟，想冷静冷静，好好理清自己和赵熙远之间的关系。之后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借口工作忙没有跟他见面，他发信息我也短短几个字打发他。只不过最近公司确实挺忙，我们跟一个大公司对接了一个项目，每天都有很多事需要我亲自盯着。忙了大半个月，项目终于拿下。那天去跟甲方签合同时，我居然看到了李牧。自离婚后，我们还是第一次见面，一下子从夫妻转换成了甲方和乙方，还是有点尴尬的。李牧却十分坦然，像遇到熟人朋友一般跟我打招呼：罗欣，好久不见，换了新的地方工作还适应吗？因着对方的身世，我也放松下来，笑着回道：还好，慢慢来，总能适应。双方签完合同已经11点了，出于礼貌，我主动邀请李牧吃饭，对方也爽快地答应了。和李牧相处多年，他总是让身边的人感到轻松舒服。吃饭地点就约在公司附近，因为下午还有个会要开。我选了一家会做江城特色菜的餐馆，想着李牧是外省人，自己和他结婚多年，也没请他吃过自己家乡的美食。饭桌上，我们边吃边聊，主要还是聊工作上的事。你空降到这边当经理，没被手下人为难？李牧像关心多年好友般问我。我喝了口仙菇汤，得意地笑着，肯定有喽，但你也知道我不是好欺负的主，他们也怕硬手段的人。那看来是我白担心了。他也喝了口汤，又提醒我，罗欣，有时一味的硬手段也是不行的，当心狗急了跳墙。我顿时起了兴致，反问：哦，那依李总看有何高招？他一脸神秘地笑着，吊了我几分钟胃口，才慢慢说道：自然应该像哄小孩一样，打个巴掌再给颗枣。听完，我不禁想为他鼓个掌，真不愧是在国内50强公司当总监的人。正当我还想请教他几个问题时，忽然一道声音打破了愉快的氛围。赵熙远怒气冲冲走过来，厉声质问我：罗欣，我说你最近怎么躲着我呢？原来有了新欢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他的声音挺大，把周围吃饭的人都引来看我们这边，我顿时尴尬万分。就在我不知道要怎么解释时，李牧先出声了：这位先生，我想你误会了，我和罗欣小姐在谈工作，我是他们公司的合作方。赵熙远显然不相信李牧的解释，他一屁股坐在我旁边，目光不善地盯着李牧。他是我们公司的重要客户，请你礼貌点。我气恼地对赵熙远说：客户也可以发展成情人，既然是吃饭，为什么就只有那么2个人？赵熙远不依不饶道。我看着他那因为生气扭曲了的脸，忽然觉得他令我感到恶心、厌恶。李牧看到听了很不高兴，脸上阴沉下来，少见的刻薄反击赵熙远：赵熙远先生是吧？我和罗欣只是单纯吃个饭，你没必要这么大惊小怪。罗欣身为公司经理，他和异性的应酬将来也会有很多。如果你是她男朋友，你应该体谅她，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她。男人不该这点风度都没有。说完，李牧就起身走了。这下赵熙远才相信了，转头拉住我的手，向我道歉，说是自己鲁莽了。但说着说着，又把责任推到了我头上，说我最近都不理他，才导致他误会了我。看着眼前的男人，我再也从他身上找不到以前的样子了。我没有吭声，到收银台结完账就径直出了饭店，没有搭理跟在身旁的赵熙远。在我往停车的地方走去时，赵熙远还一直跟在我身边叽里呱啦的解释，真的很聒噪，让人头疼。我不想再听到他的声音了。
关上车门，我没让他上车。他气急败坏地对着车内吼道：罗欣，你根本就不爱我了。这句话应该我来说吧。我戴上墨镜，留下这句话，一脚踩下油门，离开了。回到公司，打开手机，居然收到李牧的信息，他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，有点失望。看不懂这没头没脑的一句话，但我还是回了他。中午的事，对不起，但却一直没有等到他的回复。经过这桩事，我彻底看清了自己的内心，也看清了赵熙远。赵熙远已不是当年那个单纯爱我护我让我心动的少年了，这么多年的社会摸爬打滚，他变了。现在的他就是一个普通职高毕业的小商户，虚伪又善于算计。之前是因为我带着初恋滤镜看他，把他美化了，从没有深究他的细节。但如今我已清醒，我不是恋爱脑，这样的男人不值得我再挂念了。就在我盘算着要怎么跟赵熙远提分手时，赵熙远先我一步提出了分手。他还像以前一样，连当面说分手的勇气都没有，只发了条微信给我，说罗欣，我们分手吧。看着这条信息，我没有任何难过伤心，有的只是前所未有的轻松，终于可以放下心中的执念了。赵熙远向我提出分手的第3天，就在朋友圈晒了和新女友的合照，配文终于抱到我的女神了。照片中的女孩看起来只有20多岁，年轻漂亮，和赵熙远亲密地拥抱在一起，一身名牌衣服，手腕上戴着卡地亚手镯，脖子上挂着香奈儿最新款项链。我站在办公室窗前，俯瞰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，脑中不由浮现一句话：天下熙熙皆为利来，天下攘攘皆为利往。年纪越大，越知道一份纯真的爱情是多么的难得。没有了感情上的羁绊，我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，效率明显提高一大截。公司原来那些对我不服的人，现在也全部听从我。这天，我照常坐在办公桌前审批文件，电话响起，是李牧。我们自上次分开已经很久没有联系过了。喂，罗欣，叔叔住院了，你赶紧到医院来。我被他的话吓到了，忙问我爸怎么了？怎么住院了？很严重吗？他听出了我的慌张，安慰道：你别急，没有生命危险，医生还在检查。听到没有生命危险，我紧绷着的神经才稍微松懈了些，我马上就来。说完，我刚想挂掉电话，那边就传来叮嘱我的话：开车慢点，注意安全。我连闯2个红灯，半个小时后赶到了医院。李牧和妈妈正坐在爸爸病床前，妈妈似乎在哭了，李牧用右手轻抚她已经微驼的背，轻声安慰着她。站在房门外的我看着这一幕，心中说不愧就是假的，李牧比我这个亲女儿更合格。我走进病房，看到爸爸还没醒，轻声唤了句妈。我妈抬头用红彤彤的眼睛看着我，厉声道：你还知道你有爸妈呀？一个人躲出去外面住，几个月了也不回家看一下我们，我和你爸怕是死在家里，你都不知道吧？对不起，妈，我错了，要打要罚任你处置。爸怎么样了？死不了，高血压犯了，住院休养段时间就好。我妈不再看我，转头拿棉签蘸了点水，仔细替爸爸擦了擦干燥苍白的嘴唇。我忙走过去，妈，我来照顾爸，你去休息吧。我妈瞪了我一眼，不用你碍手碍脚，你应该跟人家李牧好好道个谢，要不是他及时帮我叫了救护车，又赶到医院帮忙，你爸哪有现在这么好？我只能讪讪地走到李牧面前，真诚地跟他道谢。他温和地笑着说：没关系，我们虽然不是夫妻，但还是朋友，朋友之间帮忙都是应该的。他都这样说了，我再追在人家屁股后面道谢也就不像样了。晚上，我哄我妈先回家，我在这守着我爸，但我妈不依，最后还是李牧出面帮我劝住了我妈。我先送阿姨回家，这边你先照顾着，有什么事打我电话。临走前，李牧对我说。我妈都已经走到走廊尽头了，却又折回来丢给我一句：你要是把李牧给追回来，我就饶过你这不孝女。我抬手揉了揉太阳穴，真的头痛。人家李牧说我说追就能追到了吗？别忘了离婚可是他提的。哎，守到晚上9点左右，我肚子咕咕叫了起来，才记起自己晚饭没吃。可现在医院食堂早没饭了，正想着点个外卖，就看到了李牧提着饭盒进来。你还没吃晚饭吧？这是阿姨让我带过来的饭菜，还是热的，赶紧吃了。我接过保温桶，打开，看到里面有我最爱吃的红烧鸡翅和韭菜煎蛋，不由红了眼眶。天下没有不爱子女的父母，虽然阿姨嘴上不饶人，但还是很爱你。李牧站在窗前看着我，慢悠悠地说。我嘴里塞了一大口饭，埋头吃着，没有出声，我怕我一说话就会忍不住哭出来。饭吃完了，情绪也平稳了些，我发现李牧还没有走。你不走吗？很晚了，晚上我来守吧，你也回去休息，我明天刚好不用上班。我忙拒绝，不用，今天本来就很麻烦你了，你快回去吧，
明天我会请假的。我好歹也当了你爸3年女婿，守一晚上不应该吗？我被他的话噎住了，他都搬出女婿这个词了，我还能说啥？好吧，那谢谢你了。我说了，不用总是向我道谢，都是我自愿做的，没什么可谢的。他似乎有些不高兴了，脸色都暗沉了下来，突然沉默了下来，氛围变得有些尴尬。若和他异口同声道，我不由扑哧一笑，你先说吧。他沉思了几秒后问，你和你男朋友没事吧？上次的误会解开了吗？分了。分了？为什么？李牧蹙眉追问道。不合适呗。我随意敷衍。他不是你一直爱着的人吗？你怎么舍得这么快就分手？李牧笑着看着我，我却看出了他眼中的讥讽，不由恼怒起来，是又怎样？以前爱，现在不爱了不行吗？说完我转身就出了病房，如果我能回头看一眼，会发现李牧正深情地注视着我的背影。我爸住了1个星期院，医生说可以回家了。出院这天，李牧又来了。我妈好像一点也不意外他的到来，反倒一脸欣喜地看着他，亲热地喊着李牧，李牧。爸爸看到李牧也格外高兴，似乎他还是他的好女婿。隔壁病床的大娘误以为李牧是我妈儿子，跟我妈夸李牧长得一表人才，又孝顺。我妈听了，笑的眼睛都眯成一条缝，向人家解释这不是儿子，是女婿。我真想上前封住我妈的嘴，我和人家都离婚了，你还叫人家女婿，让人家尴尬不尴尬？我偷偷瞄了一眼正在帮整理床铺的李牧一眼，发现他还是如往常模样，神色如常。忽然他也望向我，我来不及收回目光，被他抓个正着，不由微红了脸庞。回到家，李牧理所当然地被爸妈留下来吃中午饭了。我妈把我叫去厨房帮忙，留我爸和李牧在客厅喝茶聊天。妈，我不会做饭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叫我来这干嘛？我看着池中的鱼和菜，嘟囔道。我妈伸出手指轻轻戳了我脑袋一下，恨铁不成钢地说，你还好意思说，嫁给人家李牧3年，饭都不会做，人家娶你来干嘛的？我争辩道，妈，现在是男女平等社会，我也会挣钱，我又不要他养，凭什么女人做饭就是理所应当？我妈一边清理鱼一边继续教导我，我不管那些大道理，你妈我只知道女人要懂得疼惜自己的男人。我还想反驳我妈来着，厨房的玻璃隔门忽然被打开，李牧伸进头来问阿姨，要帮忙吗？出去，出去，这哪用得着你呀？阿姨这有罗欣帮忙就够了。李牧一脸怀疑的上下打量了我一番，真诚地跟我妈说道，阿姨，你确定罗欣能帮你？她好像连蛋炒饭都不会吧？这话一出，我妈和我顿时都尬住了。反应过来后，我凶狠狠地瞪着李牧，一字一句说，不叫他瞧不起人。他假装被我恐吓住，飞快地拉上门溜走了。回过头看到我妈盯着我，示意我切菜，我欲哭无泪，怂了。正当我撸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时，我爸叫我出去帮他浇花。我一听，把围裙一摘，屁颠屁颠去给我爸的爱花浇水去了。世上还是爸爸好。几盆花我硬是浇了20几分钟，等我回到客厅，饭桌上已经摆好4、5个菜了。探头往厨房一看，不知什么时候李牧已经去厨房帮忙了。来，李牧，这块红烧肉肥瘦相间，最好吃了，你尝尝。这鸽子汤也不错，李牧你这几天照顾叔叔辛苦了，来喝一碗补补。看着李牧已堆成小山似的饭菜，我恨恨地戳了戳自己碗中的大米饭，这老两口真是分不清亲疏了。这时一块糖醋排骨进了我碗中，我以为是爸妈家的，感动万分地抬起头，一看居然是李牧。怎么了？不喜欢吃排骨吗？你以前很喜欢吃的呀。李牧看到我不高兴，以为我不喜欢吃。没有，喜欢吃。爸妈在一旁看着我俩互动，笑得褶子都起来了。吃完饭我就赶回了公司，请了几天假，接了一堆事等着我去处理。等我批完最后一份文件，看看时间，已经晚上11点了。捶捶自己的老腰，打了个哈欠，关灯回家。进小区时，看见一辆熟悉的车停在旁边，使劲才看清是李牧。我停好车出来时，李牧摇下车窗叫住我，我以为他有事找我，就坐进了副驾驶。等我，有事？我问。加班这么晚，是不一定要一天干完，身体要紧。李牧看到我眼底的乌青，劝道，你知道的，我是那种有事不干完睡不着觉的人。说吧，有什么事？不说我就回家睡觉去了，好困啊。我忍不住又打了个哈欠。你真的跟赵熙远分了吗？我疑惑地看了他一眼，他问这个干嘛？分了。你真的不爱他了吗？他继续问道。这次他直勾勾盯着我的眼睛，似乎想从我眼中看出我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。我叹了一声，不爱了。他已不是我当初爱着的那个少年了，
人都是会变的，是我执念太重了。那你真的放下了？李牧一双星眸依旧看着我，他好像有些紧张，我很少看到他这种表情。是啊，既然不爱了，当然要放下，我也算得上是个敢爱敢恨的女子吧。我自嘲道。那我可以追求你吗？我愣住了，我实在受惊不小。追求我？我们不是才离婚不久吗？离婚还是你提的哦，李牧先生，你不会失忆了吧？没有失忆，我一直都想对你说，我喜欢你，罗欣。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是认真的，这就更让我疑惑了。如果你爱我，那你当初为什么要跟我离婚？李牧转过头，眼睛看向车前方，沉默了会，说：你那天喝醉了酒，梦中一直哭着喊赵熙远，看着你痛苦，我不忍心，我想放你自由，让你去追求你要的爱。可是我发现赵熙远配不上你，而你也说已经分手了，所以我想重新把你追回来。我问道：你说你爱我，那我们结婚3年，你为什么从来不跟我说？李牧苦笑了一声：我不敢说，我怕说了你会离开我。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爱上你的吗？什么时候？大学，我曾跟你说过我们是校友。说了吗？我怎么不太记得了？当我还在努力回忆大学时光时，只听李牧说道：大3时，我有一次低血糖半晕在操场上，那时还是大2的你，搀扶起我，还跑去给我买了块巧克力，等我好了，你就走了。后来我想谢谢你，找了许久才遇见你，但你却不记得我了。后来那1年，我经常悄悄背地里关注你，不知不觉竟爱上了你。我没想过李牧那么早就认识我，还爱上了我。那我们相亲时，你为什么没有说起这事？相亲时，我听姑姑说你是个很独立的女孩，并不想结婚，是被家里逼着来相亲的。那时我怕坦白你会拒绝我，就干脆说跟你处境一样。说完，他又转过头看着我：罗欣，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你吸引，你那么坚强、勇敢、独立，但我知道你也会累，会害怕。我想保护你，不想你一个人孤孤单单，你可以给我一次机会。